喂，我到了。是直接。没错，珠峰也有5G 信号了，只需要一座基站、一条线路、一个大脑，3步就能连接天南海北。然而，我们的目标是连接起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和473万平方公里的海洋上总计超过14亿的人口。但这一切需要的是建起一张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移动通信网络。那么，为14亿人通信到底有多难呢？欢迎来到星球研究所芯片公开物系列。首先，让我们从这座基站说起。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5G 基站，它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，包括收发信号的天线、生成信号的射频单元，甚至集2者功能于一身的有源天线单元，以及加工信号的基带单元，再加上支架、发电机等配套设施。只要像搭积木一样组合起来，就能实现对珠峰北坡到峰顶的全覆盖。尽管如此，搭建它所花费的时间依然相当于平原地区的7倍。毕竟这里的氧气含量还不到平原地区的1半。伴随着4年的暴风雪，普通人每走一步都极为艰难，更不用说还要背负沉重的基站设备。而这也只是一个基站，为14亿人通信。我们需要的是遍布天南海北的数百万个基站，其中每个基站只需要负责一个小区域的信号覆盖。当它们都采用正6边形作为覆盖单元时，所需的基站总数最少。这种形似蜂巢的网络结构就被称为蜂窝网络。因此，想要让网络覆盖哪里，基站就必须建在哪里。在横断山脉深处的云南独龙江乡，居住着一个人口仅数千的民族——独龙族。10多年前，这里还如孤岛般与世隔绝，一封信要半年才能翻越深山，等待成了这个民族最深的记忆。但今天，工程师们在山顶竖起了一座座信号灯塔，照亮了独龙族连接外界的道路，也照亮了老人们的思念和孩子们的希望。不仅是深山，在更广阔的大海，仅靠普通的基站并无法满足大范围的海上通信需求。除了让岸边的基站使用穿透性更强的频段之外，人们还必须利用海上风电、海上养殖平台等人造陆地，建起海上基站，将5G 信号送到数10公里外的海域。从此，漂泊在外的渔船再也不是信号孤岛。目光转向城市。此时我们需要的不只是覆盖，而是在钢筋水泥的重重遮挡下，依然更强更好的信号覆盖。比如在重庆解放碑，工程师们就在这条复杂的隧道里安装了85套室内基站、552套天线等等，将北斗信号引入地下。如今甚至能够实现车道级的精准导航。截至目前，仅中国移动就开通了约690万个基站，不仅让全民实现了基础通信，连5G 信号的覆盖率也高达96%。而在全球，无论是5G 的基站数量、用户规模，还是6G 的专利申请量，中国也都位居世界第一。然而，覆盖只是第一步。以珠峰为例，想要从这里拨通中国最南端的电话，两者相隔约3000公里。这么远的距离，基站之间又是如何通信的呢？答案便是一张连接全国的天罗地网。这是连接拉萨和成都的川藏公路。在它附近地下约1米的深处，还埋藏着另一条信息高速。
当我们将它层层剥开，你就会看到一根大约只有头发丝直径1/10的玻璃纤芯。电信号被转变成光信号进入这里，在玻璃包层的全反射作用下反复弹跳前进，这就是光纤通信。当光纤延伸到陆地边缘，人们将为它穿上由镀锌钢丝、聚乙烯护套、足水带等等制成的铠甲，化身海底光缆。理论上不到0.03秒，就能让你在南海的阳光下感受世界之巅的风景。光纤通信是基站之间最主要的通信方式，但还有一些地方连光纤也难以抵达，比如这座小岛。这里常年只居住着大约600人。如果采用海底光缆，成本极高，为此我们不得不再次请出无线电波。这个圆圆的大鼓和旁边的大锅就是微波天线。相比日常通信用的无线电波，微波的波长更短，频率更高，因此可用的带宽更大，能传递的信息也更多，常被用于特殊条件下的基站通信。例如在可可西里，为了不破坏藏羚羊的迁徙路线，人们并未选择开挖地表铺设光纤，而是用微波在基站之间建立连接，单次传输距离可以超过57公里。就算连微波天线也没有，我们还可以借助卫星，在太空中搭起一条应急通道，守住通信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如今，中国移动已建成一张世界上规模最大、覆盖最广的省际光缆网络，名为9州。但仅仅实现覆盖和连接还不够，毕竟信号怎么知道自己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呢？为此，我们还需要一个超级大脑。这些分布各地的服务器，就是中国移动在全国的超级大脑。他们负责所有用户的身份认证和连接管理等核心功能。通过这些大脑，就能迅速算出对方所在的基站位置，让信号精准前往目的地。但如果所有信号都等着这些节点进行处理，显然并不够迅速。于是，人们便将这些大脑的部分功能下沉到更靠近用户的省、地市，甚至工厂园区。在这里不需要工人，流水线自己就能有条不紊地运转。支撑它的正是这个位于园区中的大脑，它能直接处理工厂设备间的信号传输，让通信时延大大降低到20毫秒以内。这样一来，设备响应能更加及时，生产也能更加精准高效。而正是在全国无数大脑的算力加持下，这张通信网络正在超越通信的边界，用智慧改变千行百业。比如，只需要一台电脑就能操纵100米深处的矿井设备，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指挥无人机管理上百亩农田。到这里，恭喜你，终于解锁了一张连接14亿人的通信网。借助这张无差别普惠的网络，再遥远的声音也能被听见，再渺小的个体也能被看见，而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也真的可以和我们息息相关。